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被曝正在安排于3月15号起访问日本和韩国，就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与日韩进行磋商。如果成行，将是拜登就职总统以来其内阁成员首次海外之旅。为何美方最高级别外交和军方官员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亚洲盟国？来看报道。路透社周四援引2名美国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布林肯和奥斯汀正准备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进行2+2对话。日经新闻网称，美日双边会晤可能将聚焦中国的挑战，以及强调巩固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地区威胁力量的重要性。周四，美日两国高级外交官和国防官员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相关安全问题，为访问做准备。双方还就印太地区安全环境、双边防务合作等交换了意见，确认两国将密切合作。另据韩联社消息，布林肯和奥斯汀亚洲行的第2站将是韩国，计划在3月17号至18号2天的行程中，布林肯与韩国外长郑义溶、奥斯汀与韩国防长徐旭将分别举行1对1会谈，届时双方将讨论韩美同盟、朝鲜半岛问题以及地区和全球问题。CNN 的报道指，布林肯和奥斯汀的日韩之旅能否最终成行，取决于拜登政府的顾问对疫情背景下出国访问安全性的判断。受新冠疫情影响，迄今为止，拜登和其内阁成员均未迈出国门一步。布林肯和奥斯汀主要通过电话和视频会议对外展开工作，两人至今都没能和外国同行进行面对面会谈。而美方有关部门透露，布林肯和奥斯汀都已接种新冠疫苗。就在布林肯和奥斯汀计划展开亚洲首访之前，拜登政府于周三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阐述了对美国将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愿景，就外交和安全政策释放强烈信号。在这份文件中，拜登政府承诺重振和现代化美国的联盟体系，建立共同的战线，形成统一的愿景，发挥协同的力量，以应对当前和未来共同的威胁。文件还特别点明，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而布林肯在同一天发表他担任国务卿以来的首场外交政策讲话时也说，处理好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因此，有美媒分析认为，如何利用日韩等战略资产建立统一战线应对中国，将是布林肯和奥斯汀此行主要目的之一。时事评论员施洋向深圳卫视表示，虽然从传统意义来说，日韩是美国的盟友，但随着中日和中韩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出现转机，两国不一定愿意在军事安全活动中心甘情愿充当恶滑马前卒。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或者日本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否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捆绑上美国的战车，就是不留后路的去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同盟或者说这个遏制行动，也是要打上大大的问号的。另一方面，美军印太司令部周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太平洋威慑计划，要求未来6年向印太战区增加274亿美元军费，来加强对华常规威慑能力。这比最近6个财年的计划支出要高出了36%。日经新闻网的报道认为，这份报告反映出美方人士对中国的海上活动的担忧升级。实际上，五角大楼将利用抛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机会，在印太地区加快推进部署导弹的危险计划。首先，沿着第1岛链部署一支一体化联合部队，构建一套精准打击网络；接着，沿第2岛链部署综合防空导弹系统；最后再以分布式的军力姿态应对可能发生的长时间的战斗活动。作为太平洋威慑计划坚定的提议者，美军印太司令部指挥官戴维森多次鼓吹中国导弹威胁，认为目前关岛对弹道导弹的防御由陆军萨德系统及海军宙斯盾驱逐舰负责，但这些措施无法提供360度全方位的保护，因此戴维森将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以在第2岛链建立持久全方位的综合空中及导弹防御能力的提议列入太平洋威慑倡议。外界注意到，由于台湾地区是美国定义的所谓第1岛链中的关键一环，美国近日对台动作频频。戴维森周四在出席一场智库研讨会时表示，美方将协助并鼓励台湾进行防务投资，增强防务实力与威慑力，所以对台军售至关重要。对于戴维森的说法，有岛内网友忍不住质问：卖烂武器、卖烂装备给台湾，这叫驻台增强防御力？
又有网友直接讽刺说，觉得台湾保费要涨了，美国只是把台当局当提款机罢了。台军最近他在进行了这个人事变动以后，也开始再次强调所谓的后备役兵力建设啊，包括这个新建部队等等的一系列行动啊，这些行动呢，都与美方向台湾提出的各种加强台军的这个作战能力的建议和意见有关。应该来说，拜登政府呢，他也会进一步在这个向台湾提供相关的建议，改变整个台军的组织架构，更加适合于这种中美，就是说中美的大的战略博弈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让台军进行转型。好，这个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最早将于本月中旬访问日本和韩国。那对此您作何解读？作为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的布林肯和作为美国五角大楼最高官员的奥斯汀，在疫情危机尚未消退的情况下，就把韩日当成了其外访的首选目的地。这不仅说明了拜登政府对于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重视，而且说明拜登政府认为此事具有相当高的紧迫性。因为拜登政府虽然已经把中国定性为了所谓的危险程度超过俄罗斯的竞争对手，但是美国过去构建的同盟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个战略定性的转变。因为当前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最为强大的军事同盟就是北约，而北约主要是用来保卫欧洲和对付俄罗斯的。虽然近年来美方也曾努力过要扭转北约的战略方向，也就是把矛头从俄罗斯身上转到中国身上来，但是不仅面临着欧洲国家不肯配合的问题，而且面临着鞭长莫及以及身处大西洋的北约管不到太平洋的问题。这个也就意味着，虽然近年来美国在围堵中国方面嚷嚷得非常凶，但却面临着至今在亚太乃至印太地区组建不成一个区域性同盟的尴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把美日与美韩两个同盟联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就成为了拜登政府结盟战略的首选。当然，在我看来，对于拜登政府来说，说服日本并不是问题，因为在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方面，日本甚至表现得比美国还要积极。难的是如何说服韩国，因为韩国在这方面有着三大根深蒂固的顾忌：一个是对在历史上曾经侵略与殖民过自己的日本不信任；二是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存在着巨大的依赖；三是韩国需要中国帮忙来解决朝核问题。不过我们也得警惕，4年前奥巴马政府曾经用钓鱼岛问题挑起了中日矛盾与冲突，用南海主权纷争挑起了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矛盾与冲突。美国这次也肯定会故技重施，用刺激朝鲜、挑起朝韩矛盾的方式来让韩国倒向美日一边。所以我预判，在不久的将来，钓鱼岛、南海与朝鲜半岛将会再度燃起烽烟。美军印太司令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申请270多亿美元的军费，以便在第一岛链打造一个精准的导弹打击网络。那对此您有作何解读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双方一致同意暂停对对方的产品加征关税。我们知道，特朗普任内是以美国一国之力，向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在内的所有经济体都发起了贸易战，这是欧盟跟美国离心离德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个声明也就意味着，为了修复与欧洲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团结欧盟共同对付中国，拜登政府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妥协，主动平息了美欧之间长达3年之久的贸易战。而在稍早前，拜登政府还宣布撤回了特朗普下达的从德国撤军计划。我认为这就是拜登正在从安全和经济利益两个基本点上，企图把欧洲国家重新抓到自己的手里来。同时，为了团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盟友，拜登政府跟在欧洲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不久前，拜登政府宣布要在亚太乃至印太地区重组美国的供应链，
也就是把关键性的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亚太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当中。我认为这就是企图利用经济利益和甜头捆住盟友的方法。而美军印太司令部准备在第一岛链打造一个精准的导弹打击网络，无疑就是要把第一岛链上所有的盟友进一步纳入到美国的安全体系当中来，以让这些盟友对美国产生进一步的安全依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居心叵测、包藏着祸心的。因为根据美军的计划，他们要沿着第一岛链部署一支一体化的联合部队，构建一套精确打击网络；而沿着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则要部署一套综合的防空导弹系统。也就是说，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美军准备把这些中程导弹部署在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国家，让他们承担起向中国发起近距离攻击的任务。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战争发生，这些国家将会率先遭殃，承受着来自中国的自卫反击。相反，美国反而是躲在自己构建的第二岛链防空导弹系统后面来做缩头乌龟了。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